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齐总、盛总、玉总，这杯酒我敬你们。文墨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在奢华的包厢里显得格外有力。感谢多年来的信任与支持，让我有机会施展抱负。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窗外露台上那几个僵住的身影，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无论我未来在哪里，这份情谊，文墨永记在心。后，宗敬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一颗炸弹引爆了，彻底愣在了原地。捏着酒杯的手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发白。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个周五的下午，公司里的空气似乎比往常粘稠了几分。文墨放下手中的云帆项目结案报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为了这个项目，他带着团队连续熬了2个月，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项目最终带来的利润远超预期，不仅巩固了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也为接下来的市场扩张铺平了道路。他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习惯性地环顾了一下开放式办公区。平日里这个时间点，键盘的敲击声和电话的沟通声总是此起彼伏，带着一种独属于业务部门的紧张与亢奋。但今天气氛却有些诡异的松弛。几个不同部门的同事聚在角落里，低声说笑，眼神交汇时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行政部的女孩甚至提前换上了便装，脸上是即将赴约的期待。文墨的心里轻轻咯噔了一下。作为销售部的副总监，他对这种氛围再熟悉不过了。这通常意味着公司高层有某个非正式的集体活动，而他似乎又一次被排除在外了。他没有动，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目光沉静如水。桌上的绿植被他养得很好，叶片舒展，绿意盎然，与周遭的浮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被排挤的感觉并非第一次了。3年前，他凭借一己之力啃下了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签下了行业巨头启航集团的年度大单。那一单直接让公司的年营收翻了近1番。他本以为会就此打开局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可现实却是，他的直属上司销售总监宗敬在庆功会上将所有功劳揽于一身，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团队的努力。从那天起，文墨就明白了，在这个人情与关系错综复杂的公司里，能力有时候反而是原罪。你的光芒太盛，就会灼伤那些早已习惯了安逸和论资排辈的前辈。尤其是当你的这位前辈还是你的顶头上司时。宗敬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业务能力平平，最大的长处就是懂得向上管理，能把公司里几位创始元老哄得开开心心。他习惯了掌控一切，也享受着那种被人仰望和依赖的感觉。文墨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文墨不拉帮结派，不擅长阿谀奉承，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市场上，放在了客户身上。他像一柄锋利的剑，不断为公司开疆拓土，但这柄剑却不完全握在宗敬的手里。宗敬开始感到不安，甚至感到了威胁。于是各种无形的打压接踵而至。文墨辛苦开拓出的新客户会被宗敬以资源整合的名义划走。他一手带出来的得力干将会被以部门轮岗的理由调离，甚至连他申请的必要市场预算也会被以成本控制的借口一再拖延和削减。文墨都忍了。人到中年，早已过了热血上头的年纪。他深知意气用事的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他唯一的依仗就是业绩。只要他手里还握着公司最重要的那几个大客户，
只要他的业绩无人能及，他就依然有立足之地。他相信公司的最高层最终还是要看利润说话的。可是这一次，他感觉有些不一样了。云帆项目的成功意义非凡，这不仅仅是一笔大订单，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公司业务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这个项目从前期调研、方案设计到后期谈判，几乎是文墨一个人扛下来的。他本以为这次公司无论如何都该有所表示，然而，除了 CEO 在周一的例会上不咸不淡地表扬了几句文墨团队表现出色之外，再无下文。而现在，一场明显是为云帆项目庆功的晚宴，却唯独将他这个最大的功臣排除在外。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压了，这是一种羞辱。文墨的指尖在光滑的办公桌上轻轻敲击着，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打开公司的内部通讯软件，那个只有总监级以上成员的核心管理群依旧安静，但他知道肯定还有另一个群，一个由宗敬主导的，囊括了所有他想拉拢的人，唯独屏蔽了自己的小圈子。那种被当作外人的感觉，像一根细细的针扎进了心里，不疼，但很凉。傍晚6点，办公室的人陆续走光了。宗敬满面春风地从他的独立办公室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个看起来价格不菲的公文包。他路过文墨的工位时，脚步顿了一下，脸上带着程式化的微笑。文墨啊，还没走，手头还有点事没处理完。文墨抬起头，语气平静。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嘛。宗敬故作关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力道不轻不重，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云帆项目能拿下，你功不可没，公司都看在眼里。他说着客套话，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别处。今晚我们几个老家伙约了一起吃个便饭，就不喊你了。你刚忙完项目，早点回去多陪陪家人。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像是一种体恤，又带着不容置喙的决定。文墨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从宗敬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得意和戒备。宗敬似乎很享受这种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感觉。好的，宗总监，你们也玩得开心点。文墨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宗敬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他以为文墨会像以往一样，默默忍受下这一切。他以为文墨是一头被拔了牙的老虎，空有一身能力，却无法对他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他错了。这一次，文墨不打算再忍了。当办公室的灯光只剩下他头顶这一片时，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车流汇成了一条条发光的河。文墨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这几年在公司的点点滴滴。那些通宵达旦赶方案的夜晚，那些在酒桌上为了几万块钱的折扣与客户反复拉锯的场面，那些项目成功后团队成员们疲惫又兴奋的笑脸。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真诚，就能换来应有的尊重。但现实却告诉他，在一个讲究圈子和战队的生态里，你做的越多，错的可能就越多。你越是想用实力证明自己，就越是会成为别人向上爬的垫脚石，或是被提防和排挤的异类。这间他奋斗了近10年的公司，这张他做了5年的办公桌，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无比陌生。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倦怠。或许是时候该换个地方了。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层层涟漪。他的人生不应该被困在这样的内耗里。
他的才华也不应该成为别人猜忌和打压的源头。但离开不能是这样灰溜溜的走，他需要一个体面的告别，也需要为自己多年的付出画上一个有力的句号。文墨睁开眼睛，眼神中的迷茫和疲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骨的冷静和决然。他拿起了手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质问，也不是去争吵，而是打几个电话。这几个电话将决定他未来的走向，也将是对这场精心策划的排挤游戏最无声也最彻底的反击。文墨的手机通讯录里，客户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而排在最顶端的永远是那3个名字：齐总、盛总、郁总。这3个人不仅是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文墨在这个行业里最珍视的人脉。他们与文墨的合作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甲乙方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专业和人品的相互欣赏与信任。文墨拨通了第1个电话，打给齐总。齐总是做传统制造业起家的，为人稳重，讲究信义。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起，传来一个浑厚而爽朗的声音：“小文啊，这么晚了，有事？”“齐总，没打扰您休息吧？”文墨的语气充满了尊重。“我刚忙完手头的项目，想着好久没跟您汇报工作了。另外也想借这个机会，单独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照顾。”齐总在电话那头笑了：“你这个年轻人就是太客气，你的能力我是最清楚的。怎么样，找个时间一起喝杯茶？”“齐总，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今晚就请您吃个便饭，不知您是否方便？”文墨知道齐总的习惯，他不喜欢繁琐的应酬，但对自己看重的人却又很随性。果然，齐总沉吟了一下，便答应了。“好啊，正好我晚上也没什么安排，地点你来定。静云轩如何？那里的环境清静，适合聊天。”“静云轩，不错的地方，那就这么定了。”挂掉电话，文墨没有丝毫停顿，立刻拨通了盛总的号码。盛总从事的是高新科技产业，思维敏捷，注重效率和价值。文墨有何指教？盛总的开场白总是这么直接。“盛总，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合作的云帆项目已经顺利收官，各项数据都远超预期。”文墨直入主题：“哦，这是好事啊！你们的执行力，我一向很放心。项目的成功离不开盛总您前期的远见和魄力，所以今晚我想做个东，一来是庆祝项目成功，二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我们下一阶段合作的可能性。”文木精准地抛出了盛总最感兴趣的话题：下一阶段合作。盛总的兴趣果然被提了起来。可以，有想法是好事。时间地点，今晚静云轩，齐总也会过来。文墨适时地补充了一句：“哦，老齐也去。”盛总的语气里多了一丝笑意：“有意思，那我肯定要到场了。”第3个电话是打给郁总的。郁总是3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是新兴互联网领域的后起之秀，思想前卫，为人也最不拘一节。电话接通时，那头甚至还传来隐约的音乐声：“文墨哥，稀客啊，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郁总，晚上有局吗？没局的话，哥哥请你吃饭。”文墨的语气也随之变得轻松起来：“饭局天天有，就看是谁请了。”郁总笑着说：“文墨哥你请客，刀山火海也得去啊。说吧，什么指示？”“没什么指示，就是我们合作这么久，一直都是在工作场合见面。今晚想以私人的名义，请你和几位老朋友一起坐坐，聊聊天。”“还有谁？”
齐总和盛总。哟，这可是重量级饭局啊！郁总的声音高了8度，地点在哪？我马上到。静云轩，观澜厅。好嘞，不见不散。3个电话，不到10分钟，全部搞定。文墨放下手机，站起身，走到了巨大的落地窗前。楼下，宗敬和几位高管大概刚刚坐上车，正准备前往他们的庆功宴。他们大概永远也想不到，就在他们满心欢喜的要去庆祝胜利果实的时候，他们这份胜利果实本身正在赶赴另一场由被他们排挤之人所设的晚宴。文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容。他没有直接打电话给酒店预订，而是打开了手机里的一个订餐软件，娴熟地找到了静云轩。他预订了最顶级的包厢，观澜厅。在填写备注的时候，他特意加了一句，希望安排在安静的位置，最好是靠近听雨轩的那个。酒店的客户经理很快就回了电话，确认了他的预定，一切安排妥当。文墨关掉电脑，拿起外套，离开了这间让他感到无比压抑的办公室。他没有直接去酒店，而是先去了一趟商场。他为3位客户精心挑选了伴手礼，给齐总的是一套顶级的紫砂茶具。他记得齐总说过，喝茶不仅是爱好，更是一种修行。给盛总的是一方名贵的端砚，盛总痴迷书法，这方砚台正是他寻觅已久的珍品。给郁总的则是一款最新发布的智能无人机。郁总热爱新鲜事物，对科技产品有着狂热的追求。这些礼物都并非最昂贵的，但无一例外都送到了对方的心坎上。这正是文墨的过人之处。他从不把客户当作简单的生意伙伴，而是用心去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尊重他们的喜好，理解他们的追求。他所建立的是一种超越商业利益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度链接。晚上7点，文墨提前半小时到达了静云轩。静云轩是本市最顶级的中式餐厅之一，以环境雅致、菜品精良和私密性强而著称。他预订的观澜厅和高管们所在的听雨轩是酒店里最好的2个包厢。2个包厢由一条回廊连接，并且共享一个视野开阔的户外露台，只用一扇古色古香的屏风做了简单的区隔。这个设计既保证了各自的私密性，又提供了一个可以共通的社交空间，而这正是文墨所需要的。他走进观澜厅，服务员已经恭候多时。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古筝的背景音乐若有若无，营造出一种宁静而致远的氛围。文墨仔细检查了菜单，又和主厨沟通了几个细节，确保每一道菜都能符合3位客户的口味。他甚至连每个人惯用的茶叶品牌都提前交代给了茶艺师。他不是在安排一场饭局，他是在经营一场人心。7点半，齐总、盛总和郁总几乎是同时抵达了。看到彼此，3人都有些意外，随即又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他们都明白，文墨今晚把他们3个人凑到一起，绝不仅仅是吃饭那么简单。小文，你这可是把我们3个老家伙都一网打尽了啊！齐总笑着打趣道：“3位老总都是我的贵人，能同时请到3位是我的荣幸。”文墨不卑不亢地回应：“行了，别站着了，快坐。”盛总招呼着大家入座，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郁总则直接拍了拍文墨的肩膀：“文墨哥，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顿饭我可不白吃。”文墨笑了笑，亲自为3位大佬沏上了茶。今天不谈公事，只叙私情。晚宴的气氛从一开始就非常融洽。文墨没有提任何关于公司的话题，他就像一个多年的老友，
和大家天南地北地聊着，从齐总最近痴迷的园艺，到盛总新收藏的一幅字画，再到郁总公司即将上市的新产品。他的每一次提问都恰到好处，他的每一次倾听都无比专注，他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舒适。这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在文墨面前都放下了平日里的身份和伪装，展现出了最真实的一面。他们聊得很尽兴，酒也喝得恰到好处。而与此同时，在隔壁的听雨轩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宗敬正举着酒杯，满面红光地站在主位上。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云帆项目的巨大成功。他的声音高亢而激昂。这个项目的成功离不开 CEO 和各位领导的英明决策，更离不开我们销售部全体同仁的努力拼搏。特别是在我的带领下，我们成功攻克了无数难关，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拿下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他长篇大论，慷慨陈词，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在座的高管们也纷纷举杯，说着各种恭维的话。宗总监劳苦功高啊！是啊，没有宗总监，哪有我们今天的成绩？这杯酒，我们必须敬宗总监。酒桌上一片觥筹交错，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胜利喜悦之中，没有人提及文墨的名字，仿佛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与他无关。酒过三巡，宗敬觉得包厢里有些闷，便提议到外面的露台上透透气。各位，我们出去吹吹风，醒醒酒。他意气风发地推开门，率先走了出去，其他几位高管也笑着跟上。他们想在微风中继续享受这份属于胜利者的荣耀。露台上的视野极佳，可以将城市的夜景尽收眼底。宗敬靠在栏杆上，手里端着一杯红酒，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他正准备继续发表他的高见，旁边一位眼尖的部门总监突然咦了一声：“那不是启航集团的齐总吗？”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隔壁观澜厅的露台上同样站着几个人。为首的那位正是他们平日里想见一面都很难的齐总，旁边那个好像是盛华科技的盛总。天啊，还有郁总，星辰互娱的郁总。高管们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三位哪一个不是跺一跺脚就能让行业抖三抖的大人物？他们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里？宗敬的心猛地一沉，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他眯起眼睛，努力想看清楚，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能把这三位巨头同时请来。随着对方的身影慢慢转过来，一张熟悉的，却又让他无比憎恶的脸，清晰地映入了他的眼帘。是文墨。宗敬感觉自己的血液在这一瞬间都凝固了。他不仅看到了文墨，更看到了正与文墨举杯相碰、谈笑风生的三个人：齐总、盛总、郁总。这三位正是他这次庆功宴上用来吹嘘自己领导有方、业绩斐然的最大资本。他们是公司业务的半壁江山。一瞬间，所有高管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他们庆功宴的主角，此刻正和他们隔着一扇玻璃门，宴请着他们最想巴结却轻易请不动的财神爷。尴尬、震惊、疑惑、嫉妒，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他们心中翻涌。宗敬更是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他们这场所谓的高层聚餐，在文墨与三大客户的谈笑风生面前，瞬间显得像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他们想上前打个招呼，却又拉不下脸；想假装没看见，
但那几位客户的身份又让他们无法忽视。宗敬捏着酒杯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接下来该怎么办？空气仿佛在这一刻被抽空了。露台上只剩下晚风吹过栏杆时发出的轻微呜咽声。宗敬和几位高管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僵立在原地，动弹不得。他们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有错愕，有羞恼，有嫉妒，更多的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慌。他们不是傻子。文墨在他们特意排挤他的这个夜晚，与公司最重要的3个客户在他们隔壁的包厢里把酒言欢。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极度危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信号。宗敬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浆糊，他想不通文墨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他明明应该像一只被孤立的困兽，在自己的工位上黯然神伤才对。他怎么可能，怎么有能力将这3尊大佛悄无声息地请到了一起？难道他跟这几个客户的私人关系已经好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念头让宗敬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之前对文墨所做的一切打压和排挤，都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非但没有削弱文墨，反而可能亲手将公司最宝贵的资源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深渊。CEO 的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作为公司的掌舵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3位客户对于公司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是订单和利润的来源，更是公司在行业内地位和声誉的基石。失去了他们，公司的根基都会动摇。他冷冷地瞥了一眼身旁脸色煞白的宗敬，眼神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怒火和失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他在心里给宗敬下的判词。就在这片死一般的寂静中，隔壁的文墨似乎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或者慌乱，他只是平静地转过身，朝他们的方向看了一眼。那眼神淡漠的像是在看几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然后他举起了手中的酒杯，清脆的玻璃碰撞声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文墨的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晰，穿透力极强，足以让露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齐总、盛总、玉总，这杯酒我敬你们。感谢多年来的信任与支持，让我有机会施展抱负。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宗敬和 CEO 的脸，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无论我未来在哪里，这份情谊，文墨永记在心。后，宗敬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一颗炸弹引爆了。无论我未来在哪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的摊牌，这是在告诉他们，他文墨要走了。而且他不是一个人走，他似乎还想带走这几个公司最重要的客户。齐总、盛总和玉总都是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人精，他们瞬间就听懂了文墨的弦外之音。齐总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和惋惜，他端起酒杯，和文墨重重一碰。小文，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我们这些老家伙信的不是你的公司，信的是你这个人。盛总也点了点头，言简意赅。平台很重要，但做事的人更重要。玉总则更是直接，他一把揽过文墨的肩膀。文墨哥，以后去哪儿发财，可别忘了带上小弟我。你的新方案，我可一直等着呢。3位客户的表态像3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宗敬和公司高管们的心上。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正在眼前活生生地发生。文墨不仅是要走，而且这3位客户
摆明了是要跟着他一起走。宗敬的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他无法想象，如果公司同时失去了这3大客户，会是怎样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股价暴跌，股东问责，大规模裁员，甚至公司可能会就此一蹶不振，彻底沉沦。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他自己。是他一步步地将文墨逼到了公司的对立面，是他亲手点燃了这颗足以炸毁整艘大船的炸弹。强烈的悔恨和恐惧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脏。他想冲过去，想跟文墨解释，想跟3位客户道歉，想挽回这一切。可是他的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无法挪动分毫。他没有那个脸面。在刚才，他们还在包厢里高谈阔论，把文墨的功劳据为己有。而现在，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最响亮的耳光。他们所谓的庆功宴，变成了一场自取其辱的闹剧。露台上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再也没有人有心思欣赏夜景，也没有人有心情继续喝酒。每个人的心里都像是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最后，还是 CEO 最先反应过来。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隔壁的文墨，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回了包厢。其他人也如梦初醒，一个个灰溜溜地跟了进去。那扇通往听雨轩的门被重重地关上了，隔绝了外界的视线，也隔绝了他们最后的颜面。包厢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欢声笑语，空气中弥漫着尴尬和恐慌。宗敬的酒已经完全醒了，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双手不住地颤抖。这可怎么办啊？他的声音带着哭腔。CEO 没有理他，而是拿出了手机，开始迅速地拨打电话，联系公关部和董事会成员，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而在隔壁的观澜厅，气氛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段无伤大雅的小插曲。文墨平静地送走了3位客户，临别时，齐总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文，记住，男人的事业有时候就像爬山，爬到半山腰，如果发现眼前的路被堵死了，别硬闯，也别回头，换条路，或许能看到更美的风景。”盛总递给他一张名片，这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公司，行业龙头，平台比你现在的大得多。我改天会跟他打个招呼，你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联系他。郁总则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文墨哥，决定了去哪儿，第一时间通知我。文墨一一向他们道谢。他知道今晚过后，他的人生将翻开一个全新的篇章。独自一人驱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文墨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平静。他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对未来的迷茫，有的只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释然。他终于看透了这家公司的人情冷暖。所谓的团队精神，所谓的企业归属感，在赤裸裸的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圈子文化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他所有的隐忍和退让，换来的不是理解和尊重，而是变本加厉的打压和排挤。那么，这样的公司不留也罢。回到家，他收到了齐总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小文，人往高处走，你的能力不该被束缚在小池塘里。有什么新动向，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只认你这个人。看着这条短信，文墨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在这个冰冷的商业世界里，最可贵的莫过于这样一份不掺杂任何利益的信任与认可。他删掉了手机里所有关于公司的通讯群和联系人，然后他打开电脑，
开始撰写一份辞职报告。他为这家公司付出了10年青春，现在他要亲手为这段岁月画上一个句号，一个体面的、决绝的、不留任何余地的句号。第2个周一的早晨，阳光明媚，文墨穿上了他最挺刮的一件西装，打上了平日里很少用的领带，走进了公司的大门。他整个人的气场和以往截然不同，不再是那个埋头业务、略显沉闷的副总监，而像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冷静且锐利。公司里的气氛比上周五更加诡异，所有见到他的人眼神都变得复杂起来，有同情，有敬佩，有好奇，也有幸灾乐祸。显然，周五晚上的事情已经在公司内部以惊人的速度传开了。文墨没有理会这些目光，他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将那封早已打印好的辞职信工整地放在了桌面上。然后他给 CEO 的秘书打了个电话，预约了最早的会面时间。9点整，文墨准时敲响了 CEO 办公室的门。CEO 的表情显得很憔悴，眼窝深陷，看起来一夜未眠。他示意文墨坐下，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文墨，我们聊聊。他的语气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无力。文墨没有说话，只是将辞职信轻轻地推到了他的面前。CEO 看着那封信，沉默了良久。是因为宗敬？他开口问道。不完全是。文墨摇了摇头，宗总监只是一个诱因。真正让我决定离开的是公司的文化。在这里，我感觉不到对专业和贡献的真正尊重。我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只是在为别人的履历添砖加瓦。我累了。文墨的话说得很平静，却字字诛心。CEO 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文墨，我承认公司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宗敬的事情，我会给你一个交代。我准备让他提前并退，销售总监的位置是你的。他停顿了一下，加重了筹码。另外，公司决定授予你5%的期权，进入公司的核心决策层。你看这样能不能？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足以让任何职业经理人心动的条件。升职、加薪，还有期权。这意味着文墨将从一个高级打工者一跃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如果是以前，文墨或许会动心，但现在他只觉得可笑。您觉得我们之间现在还剩下信任吗？文墨直视着他的眼睛。如果不是因为齐总他们，您今天还会跟我说这些话吗？一个需要靠客户的威胁才能换来的尊重和职位，我不稀罕。文墨站了起来。感谢您多年来的栽培，我的决定不会改变。相关的工作我会用1周的时间完成交接。说完，他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办公室，留下 CEO 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封滚烫的辞职信。文墨的辞职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公司内部引发了剧烈的震动。紧接着，更猛烈的风暴接踵而至。齐总的启航集团、盛总的盛华科技、郁总的星辰互娱，几乎是在同一天，向公司发来了措辞严谨的合作调整问询函。函件的内容虽然委婉，但核心意思却异常明确。他们对公司近期的重大人事变动表示高度关切。他们强调，过去的成功合作是建立在与文墨先生及其团队的高度信任和默契之上的。他们希望公司能就未来的合作模式和项目负责人选，给出一个能让他们信服的方案。否则，他们将不得不重新评估彼此的合作关系。这3封问询函等于就是3封最后通牒。
公司的股价应声而落，在1天之内蒸发了近20%。董事会紧急召开了电话会议，气氛凝重得像要结冰。宗敬毫无悬念地成了那个最大的背锅侠。他被董事会勒令停职，接受内部调查。他曾经的那些风光和体面，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他试图联系文墨，电话打不通。他试图去堵文墨，却连公司的大门都进不去。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销售总监，彻底沦为了一个笑话。而公司的高层们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他们派出了各种级别的说客，试图挽回那3位大客户，但无一例外都吃了闭门羹。对方的回复很简单：我们只跟文墨谈。这个时候，他们才终于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副总监，他们失去的是公司的半壁江山，是公司未来的希望。而他们亲手放弃的这个人，此刻正炙手可热。1周之内，文墨收到了超过10家猎头公司的电话，其中就包括盛总那位朋友所在的行业龙头企业远航科技。对方开出的条件比他原公司的 CEO 承诺的还要优厚。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副总裁亲自飞过来，与他深谈了3个小时。他们谈的不是薪资，不是职位，而是理念，是价值观，是对行业未来的共同看法。文墨在这位副总裁的眼中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渴望。他知道，这里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1个月后，文墨正式入职远航科技，担任大客户事业部的总经理。他入职的第1天，远航科技的股价逆势上扬了5个百分点。半个月后，启航集团、盛华科技、星辰互娱相继宣布与远航科技达成深度战略合作。3笔巨额订单为文墨的履新献上了最完美的贺礼。而他原来的那家公司，则因为失去了核心客户和业务支柱，股价持续下跌，最终不得不通过大规模裁员来断臂求生，元气大伤，从此在行业内一蹶不振。文墨站在自己崭新的办公室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更加广阔的天空。他没有回头去看那些曾经的是是非非，因为他明白，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最好的反击从来不是大吵大闹的对峙，也不是机关算尽的报复，而是沉默的积蓄力量。在认清现实之后，果断地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那个消耗你的泥潭，然后凭借自己的实力，去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活成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样子。那场在静云轩隔壁包厢的晚宴，不是一场示威，也不是一场赌气，那只是他为自己的过去举办的一场体面的告别仪式，也为他的未来开启了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